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听过50肩这个词，为什么前面要加个50呢？因为有很多人到了50岁啊前后左右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这个肩膀上面，一抬起来里面咯噔咯噔响，这个肩膀的活动范围啊大大的受限。同时啊，这个天气突然的变化，刮风下雨天，里面就开始酸溜溜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教你一个拿手的一个绝活。这个绝活啊，叫做肩5点，准确来说是3点加2条大筋。你跟着我做完以后啊，你会发现，你甭管这个肩膀里面是不是咯噔咯噔的，或者活动起来啊，这个活动受限，你跟着我做完一边，挑选你左边或者右边重的这一侧，跟着我做一下。做完以后，咱们自己感受一下，感受完就有答案，好不好？这个呢，我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做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。收藏下来以后呢，就能够反复的观看，里面的细节是很多的，一定要记住啊。同时，你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“有用”2个字，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好事。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动作。那么肩3点呢，其实非常好找，也非常好记。我们只需要记住3个点，哪3个点啊？你看，把我们的5指张开，然后往我们的肩膀上面一放，看到没有？放上去以后，首先我们记住第一个就是我们小拇指的这个点。小拇指这里，你看画一条横线过来，这么一画一条横线，手这么一放，小拇指这里画一个横线。我们一般是取中间的一点。中间的一点，我们前后动一动，拨一拨。那么在前后拨一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底下跳出来一条大筋，大家跟着我慢慢去做。找到这条大筋以后，咱们怎么样？慢慢的把力量增加进去。先是轻轻的拨，找到这个大筋了，有些酸溜溜的，然后再把这个力量渗透下去。渗透下去以后，再慢慢的前后拨，自己感受一下。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酸，就这种感觉，我们去坚持多少秒？15秒钟，自己数15秒钟。我带着大家一起去做，就这样前后拨一拨，感受一下。有了这种酸溜溜的感觉，坚持15秒钟以后啊，我们就把手怎么样？做完了，把手抬一抬，感受一下。你会发现手抬起来的时候变轻了，感觉这个大石头一下子给卸掉了一半。但这个还没结束啊，你记住，肩膀上面3个点。是一个点管一个地方啊，然后我们找到一个点以后，我们再来找第2个点。第2个点在哪里呢？从侧面看啊，侧面看，手这么一放，记住我们食指的位置啊，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手掌扎开，它都是等身寸的，所以都一样啊。记住食指的位置，你这么上下拨，食指上下拨，感受一下。你再看我衣服的褶皱，食指的位置上面这个地方，你看是没有这个印的，没有小凹坑的这个地方啊，食指的原来位置，再往下面一摸，你看到没有？衣服是陷进去的，它是有个小凹坑的，我们就把这个手是抠着这个小凹坑的里面，这个地方食指的位置，它就像一个房梁一样，一个房檐，我们手这么一抠，抠进去啊，就这么样一抠进去，抠进去以后，手臂上下动一动，前后动一动，不用管，我们只需要把手这样抠住它，啊，这样把它抠住，前后动一动，左右动一动，随便怎么动都可以啊，自由活动15秒钟，手只要抠进去就行啊，抠进去，自由活动15秒钟。活动完了以后，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，我们把手再松开，再活动一下，又轻了，这个石头又给卸掉了一大半。是不是感觉这个肩膀变轻了？有的朋友一活动，发现原来咯噔咯噔响了，它不响了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2个点你找对了。咱们说肩膀上面3个点，每个点都会给你一个答案，是不是？拿到结果以后自己就有信心。咱们再看第3个点，手这么一张，往我们的肩膀上面一放，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，看好，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，咱们绕圈，啊。这个地方是哪里？这个地方准确来讲的话，你点的位置是位于我们肩胛骨。你没听错，肩胛骨是在后侧，对不对？怎么会在前侧呢？因为肩胛骨它有一个嘴巴叫做会突，尖尖的一个小圆头渗透出来，这个就是会突啊。你看手这么一放，大拇指绕一绕，慢慢的绕啊。如果说你没摸到也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有的人不太明显，他摸不到，摸不到你就这样画圈。就这样画圈，摸得到的你就顺着这个会突啊，会是什么？鸟的嘴巴，啄啊，凸起的嘴巴，就这样去摸，就这样感受15秒钟啊，把这个点给它松开来，松开来以后，你再活动活动，
这个肩膀完全不一样呢？在整个过程当中啊，咱们有很多人啊会感觉在触及的地方有一些大筋，像条索一样的硬邦邦的。为什么？你记住啊，通则怎么样，不通则怎么样。所以呢，我们这3个点把它怎么样打开了以后，还有2根筋，咱们一定要记住啊。尖3点，再看一下啊，你看小拇指、食指、大拇指。就是这3个点，然后再看2条大筋，更简单了啊！手放在我们头后，这个时候你这么一抓，这个地方，这是胸大肌的筋啊，胸大肌的筋，拉着它上下波动啊，男女同志都可以去做啊，都可以去做，就这么上下去拉，拉多少下，就像拉这个小门铃一样去拉。拉多少下呢？你去拉一个10下、20下都行，捏住它，把它捏紧了。哎呀，一摸酸溜溜的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不多说。还有一个点是在哪里？这个点要重点讲一讲，是位于我们的后侧。你看，有的朋友手这么一绕过来，他能抓住这里有根筋，自己去抓。这是哪里？这是位于我们的背阔肌。那么大拇指点的地方呢？它是我们的肩胛下肌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啊，手这么一抬，肩胛骨展出来了，你们顺着腋下往里面去推，会推到一个硬硬的啊，手这么一放，它就滑过去了，就推不到了。手一展开，你就能推到一个硬硬的啊，就是这个硬硬的点。你如果说包不住这根筋，你就拿你的4个手指戳进去，这么转啊，转这个硬硬的点。你如果能包得到，你就把手这么包住啊，把这个大拇指往里面使劲的怼进去转啊，这么一包怼进去，这么你看大拇指在里面就这么转，转上多少秒？依然是20秒钟。包不住的就4个手指这么转，一样的啊，一样的。把这2条大筋松开，3个点打开，你再活动一下，完全不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。什么叫完全不一样？如果你能够从视频前做到现在，你是能体会到这种感觉的。好了，讲到这里啊，咱们话也不多说了。这个方法好不好，咱们心里面都有答案。有了这个答案以后怎么办呢？你帮我做一件事，把咱们这个视频收藏起来，同时有用的打上"有用"2个字，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小小的赞。同时自己身边啊，如果有一些朋友这个肩膀啊不怎么好的，你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。我是大伟，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。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微博，在其他人那里啊可能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我们这里啊有一位阿姨，今年62岁。这位阿姨和我的关系非常的好，她的一些事迹啊我是知道的。我今天把她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典型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以前啊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她的这个肩膀一直是她的心头患。每逢只要到了季节交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她50多岁啊，季节只要一交换，这个地方啊，它就必然的里面会有一种像拿着电钻往里面钻的感觉。深深的，而且时间久了以后啊，他这里啊，他都不敢啊穿，比如说夏天我们穿短袖子，他都不敢，他必须要护着好几层，把它护着严严实实的，而且呢，慢慢的、逐渐的，整个肩膀啊都打不开。他只要这个肩膀上一有问题，基本上这一天他什么的家务啊，包括一些事啊都做不了啊，整个人就围着这个肩膀转。他也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最后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。后来机缘巧合之下，他去练习了一种功法啊，这种功法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个锻炼的方法，叫做抡臂功啊。什么叫抡臂功呢？就是把你的手臂啊，像这个大锤子一样、大鞭子一样抡出去，就这么抡。他连续坚持练了2个月，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做小幅度的，后面慢慢的幅度越做越大，逐渐的就把肩膀打开了。不仅把肩膀打开了，而且整个人的气质啊，现在看起来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为肩膀挺了，整个人看起来从侧面看感觉也不一样。所以今天我把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"有用"2个字，同时呢一定要记得给我们的阿姨点个赞，然后我们一起来观看动作怎么去做。这个抡臂功呢，其实原理非常的简单，而且非常的好学。它的原理就是说，让我们啊扭动我们的身子旋转。你看，手臂只要放松，在我们的旋转之下，它呢就会逐渐的，你看向两侧甩开，这是惯性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甩开以后，到了末端的时候，把手你看一折，一个手打在这儿，背后的手呢尽量往上抬，往上抬，能抬多少抬多少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借用惯性去拉伸啊，非常的简单。所以呢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
6啊，来后背看一下啊，来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时候其实活动的都是我们的肩膀。那么咱们在做的时候啊，其实非常的简单啊。很多的人啊，他这个肩膀啊是打不开的，常年呢这个胸背之间啊是体态是不好的。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就刚开始练习的时候，先把手抡开来啊，抡开来以后，手握空心啊，你看手握空心，慢慢的进行敲击。你刚开始做的时候，可能手都抬不起来，你只要在你的极限处慢慢的做就行。随着摆动，你逐渐适应了这个摆动以后，随着它的摆动增加，你看，慢慢的把手在变大，啊，这么做就行，这么做，慢慢的变大，幅度变大，这样就是在惯性当中把我们一些堵着的地方给它拉开了。你这个地方如果说越不能动，到后面它就会越堵。当你才通过动的时候，慢慢的就拉开了，拉开了以后呢，它慢慢的就能动了。你要知道，在外面找人帮你去拉，真的是又费力，你还不舒服。自己通过这个动作，就通过这个惯性，每天坚持，不断的，他就把这个不好拉的地方慢慢拉开。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智慧。这个动作啊，分享给大家，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也就分享到这了。动作细节讲的比较多，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。那么大家如果感觉视频好的话，一定要记得给视频点上一个赞，并且呢把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们。你的一个小举动很可能就帮助了更多的人。我是大伟，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肩膀不好啊，非常受罪。咱们的肩膀啊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关节，但是一旦肩膀上面出了问题，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事啊都受影响。比如说想抬手抓个东西，手一抬，啪，里面特别的疼。或者呢，日常当中啊想跟人跑跑步，活动活动，哎，一活动发现里面嘎啦嘎啦响，特别的难受。总之，只要肩膀不好，原来能做的一些事啊，慢慢的你会发现啊，做起来特别的困难，甚至要用身体的其他部分去代偿才能完成这件事。那么今天啊，咱们就着肩膀不好啊，关节灵活度下降啊，肩膀里面酸胀，我们来讲一个解决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啊非常的好，也非常的实用，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先收藏下来，以免以后一划走找不到了。如果跟着我做，感觉有用的，一定要在视频下方评论打上"有用"2个字，这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。好了，我们来说方法怎么去做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只要找到一个点就行了。这个点在哪里呢？啊，就是我们啊这个手放往肩膀上面一搭，你看自然这样一搭，然后小拇指所在的这个位置啊，小拇指所在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取小拇指的中间的一点啊，这个点就在这儿啊。那么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啊，我们正常去找点的话，就是这样去找会比较别手。我们怎么做呢？你看我手啊这样啊往这边一搭，这个点不就过来了吗？我们手自然放在我们的肩膀上面，取小拇指。你看手放在上面，小拇指这条横线啊，中间的一个点啊，就在这边。这个点啊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用哪里给它进行一个放松呢？我们用我们的大拇指这里啊，大家看啊，我们的大拇指这里，我手指的位置啊，把手啊这样看包住，你看包住以后，用这里像小锥子一样的啊扎进去啊。先找位置，小拇指中间一点，好，大致的位置就在这儿。然后你轻轻的点上去，来回划2下，你就知道。点找对了以后，里面是又酸又胀啊，又疼啊。我们找对了以后，来回的你看划划。如果感觉点找到不对，我们就是什么呢？左右移一移，前后上下左右移一移，你就能找到那个点是特别明显的啊。只要一放上去以后，特别的酸，特别胀，而且呢，你的这个肩周啊越不好，它这个点啊就越明显啊。我们就这样画圆圈啊，画多少下呢？画是一个20下到30下啊，点进去，你看就这样快速的画啊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然后20、30下过后以后啊，咱们不急着把另一边做，这个什么呢？把这个手啊，你看就这样上下的举一下，你会发现啊，当我们做完一条手以后啊，你去上下的去摆动我们的大臂，你会发现这个膀子啊特别的轻松，完全就放松下来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肩周不太好，你就找这个点啊，然后另一边也一样，你看手往这一搭，把这个点完全的抱住出来。这个手呢，你看一搭上去以后，小拇指所在的位置，我们刻一条横线，取中间的一个点啊，然后这个小锥子啊就锥进去。你看，如果我在上面，哎，我揉不是很疼；下面我揉也不是很疼。找对点以后，哎，特别的酸，特别的胀啊，然后就30下到50下啊，我们做20下也可以啊，具体看个人啊，这个东西没有讲究啊，你自己数就行了。好，
做完以后再活动一下，哎，发现这边也马上就轻松下来了啊。这个方法就是非常的好，大家跟我做完了以后啊，别急着关视频，身边如果有肩膀不好的人，把这个视频啊转发给他，你的一个小举动啊会帮助更多的人。好了，我们的视频啊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大伟，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一波，每天分享一个非常专业的养生小视频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，咱们今天啊来讲一下肩关节的弹响。那么关节弹响啊，其实顾名思义啊，就是我们在活动关节的时候啊，里面发生咔啦咔啦的声音啊。那这种弹响呢，它分为啊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。那生理性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般常见于啊，我们比如说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啊，它这个热身啊没有充分，导致了我们里面的滑液啊分泌的不够啊，导致了这里面啊就会有一些啊弹响。那这种弹响啊，你一般来说啊多做几次以后，弹响就慢慢消失了，这种是生理性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病理性的，就是比如说我在某一个角度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在一个角度一活动，它就咔啦弹一下啊，一声响声，或者呢，我只要一活动一弹响，这里面特别疼，那这种呢就是病理性的啊。咱们今天啊就针对这种病理性的关节的一个弹响啊来做一个分析。那么关节为什么会弹响呢？其实这个多半鉴于啊咱们的体位上面啊出现了问题。什么叫做体位问题啊？就比如说我的这个肩膀啊往前圆，你看我的这个肩膀一往前圆以后啊，那导致了我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啊，它里面就会受限。不信啊，大家跟我做一个非常好玩的小试验啊，就是我们把肩膀啊往前移，肩膀往前移以后，你去活动你的肩关节啊。移到你的极限去活动你的肩关节，你会发现你的肩膀啊是完全打不开的啊，这就导致了我们这个肩关节啊活动受限。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都有一个肩膀往前位移的一个状态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肩关节里面它是受到挤压压迫的啊。那么长此以往呢，就讲了一句话叫不通则痛，痛则不通啊，那里面就会造成了一些淤堵。那么相信大家看到刚才的讲解以后啊，对于肩关节也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。在这里啊，我再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小知识啊。就是啊，我站起来啊，站起身以后啊，大家看，我们自然站直以后，手下垂，然后呢，你去看你的拇指的朝向啊。那有的朋友呢，他这个手啊下垂以后，他的拇指的朝向是朝到正前方的。那么有的朋友呢，你去看啊，他如果说这个肩膀啊，他只要一变化，他这个手啊。手背就会朝着前方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就一定要注意你的一个肩关节了啊。那么咱们这里呢，就讲一下，如果说你发现你的肩关节有弹响，或者呢，你感觉你已经有体位不正了，但是啊，还没有出现弹响，但是肩膀啊总是不舒服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小动作。这个小动作啊，真的是非常管用。你只要在家里面做一做，慢慢的啊，你不单单是体态会变得更好，同时呢，这个肩膀啊，这个肩关节的弹响也会有个明显的修正啊。我们怎么做呢？双手啊，这个你像我一样啊，你看做这个动作啊，把手举起来，然后做这个动作，手一往外撇啊，就感觉被人撇着手一样，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胸挺直。大家从侧面看一下，这个是比如说我腰是弯着的，然后我一做这个动作，我胸就挺起来了啊。在这个动作之上呢，我们要去活动啊，荡秋千知道吧？你看啊，举到最高啊，举到最高的点啊，然后往下看，再来举到最高。在整个过程当中呢，我这个手啊角度是不变的，一直保持是夹紧啊，永远是看手肘啊是往外撇的，2、3、4，一定要推到你最高的点，5、6。注意这个细节啊，往上推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手啊一定要是撇过来的，你千万不要你一往上推，手就这样了。手这样的话，它没有撇的话，它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，一定要撇过来啊。继续做。咱们在做的时候，很多朋友啊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做，你去做一个10下到20下，你会发现你的后面啊，还有包括我们的后背啊，都会有明显的酸乏的感觉。这个啊，就是让我们的肌肉啊得到了彻底的刺激，同时呢，让我们的肩关节的关节腔被打开，让我们的体态回归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。咱们这个动作呢，也不要做多，每天你去做一个30下啊到50下左右，累了以后呢就休息一下，做个30下到50下，坚持一个3到7天啊，慢慢的你就会发现，哎，体态慢慢就修正过来了，而且这个弹响声啊，慢慢的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然后慢慢就没有了。
这个动作非常的好，希望大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我是大伟，今天这么好的动作分享给你的，大家给我的视频点赞、评论啊，加个关注啊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肩膀是我们身体当中最容易受损伤的关节之一，很多朋友啊年龄啊稍微大一些的啊，这个肩膀上面都不太好。有些人呢是这个关节里面啊发酸发胀。有一些人呢是抬起来以后啊，感觉没有力量，或者啊他往上一抬的时候啊，里面就感觉在磨着、擦着，特别的难受。今天啊，我来教大家找一个咱们肩膀上面的原始点。这个原始点啊，可以说是打开我们肩膀上面的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。只要把这个点啊给打开，然后你的整个肩膀啊，马上就会感觉特别的轻松，而且啊，你能感觉到里面啊这个活动起来非常畅快。那么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。大家如果感觉啊动作跟着我做完有用的，一定要在评论区打上“有用”2个字，帮助更多的人。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原始点在哪里。首先我侧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点位啊非常的好找啊。我们手啊就这样，你看平着，你看就这样轻松的搭在我另一侧的肩膀上，你看很轻松的这样搭上来。然后呢，我们找小拇指啊，你看手一伸。找到小拇指的这条线，在这条线上啊，你去来回的，你看这样揉一揉、推一推啊，你会发现这条线上面有一个点啊，非常的酸，非常的胀，比其他地方都敏感。一般来说啊，就是在我们这个肩膀宽度的中间啊，你去找啊，你可以上下微调、左右微调，直至找到这个酸痛的点啊。找到以后，我们手啊，就像我这样，潜入进去。潜入进去怎么样呢？啊，让我们手啊，你看转圈啊，大家看啊，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手是垂下去做的啊。像我给大家演示的话，我手抬起来啊，大家看得更清楚。你看，按下去以后，手来回的转，你看，先反着转，然后再正着转啊。如果我做的话，就这样，你看，反着转啊，正着转，就这样，把手来回的转。为什么要这样转呢？其实当我们手啊点进这个原始点的时候呢，那我们通过转我们的手臂，就把里面一些堵着的一些经络啊，包括一些不通的气血啊，给它通上开来了。所以呢，你们在做的时候会发现，随着我们的转动啊，会慢慢的啊，感觉里面的感受会有变化。有些朋友啊由酸痛变成了刺痛，有些朋友呢由酸痛变成了酸胀，都是正常的。咱们就这样反复的转，正常的话我们转上10圈左右啊，左右算1圈，转上10圈以后，你看2个肩膀来回抬起来看一下，活动一下，你会发现整个肩膀啊做过了就会非常轻松。那么我们左边做完啊，右边一样的，你看手往这儿一放，放完以后小拇指啊。这条线，你看小拇指的这条线，找到这条线以后，我们取中间的点啊，上下左右偏移啊，找一个最疼痛、最敏感的点。好，找到以后按进去来转，啊，就这样啊，非常的简单，也非常的轻松。只要你们记住了这个方法啊，先去找点啊，找完点以后转手，按进去转手就可以了。啊，就这样，我们做完了以后，2个手活动一下，会感觉非常轻松。这个方法非常好啊，分享给大家，希望能帮助到大家。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方法收藏起来，转发给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人啊知道这个好的方法。我是大为，专门为你分享独特的养生健身内容，谢谢大家。